长相似，杨幂8亿给杨紫当婚纱，撞荡长月辉明，谁不会被虐播？杨紫今年真是丢麻了，身为90后顶流小花，却成为第一人被95前挂后，新剧《长相思》还能为她背一局吗？今年的暑期档也可以说是神战，星汉锦绣、沉香如粉、苍兰秘籍3部古木偶剧接连播出，让粉丝有够戏份上瘾。同时，哪部剧最美也让网友争论不休。最重要的是，最有名的演员杨紫是被打的那个。杨紫沉香如粉的数据要么输给《苍兰秘诀》，要么同时被2部剧甩在了后面。应该说不是说杨紫真的被环瑞坑了时间。其实，在《沉香如泥》开拍之前，就有不少影迷吐槽该剧剧情老套也魔改，编剧是出了名的水。可惜3大公章都被压下去了，杨紫不拍也得拍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不是杨紫和程毅2位演技支持，这部剧恐怕连看都看不下去了。2人同床同组，对这部剧的口碑影响很大，纯粹是吸完血后吐人的方式。不知道是不是杨紫被沉香如粉坑过的人，能否凭借《长相似》卷土重来？杨幂投资8亿拍《长相似》，女主位置不给热巴，而是给杨紫，到底是强强联合还是无奈之举？今年8月初，杨紫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可见小猴子现在完全自由了。也因为离开了欢瑞之后，杨紫的作品并不多，除了电影扫毒只是《长相思》。但杨紫对《长相似》的搭档绝对不是束手无策。首先，作为童话的又一力作，这个 IP 很大，杨幂8亿买版权，足以说明她对这部剧的重视。其次，不是 Hotback 不能演，而是 Hotback 根本不能演。作为嘉兴的2大流量代表，杨幂和弟弟热巴的作品积压非常严重。他们2个都是古剧，按照他们的发展前景，没有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演2部古剧。最重要的是，据传杨紫自回归自由以来接触过不少公司，嘉兴就是其中之一。也就是说，杨紫之后可能与嘉兴有更深的合作。长相似让杨紫演男主，却请来了3个素质低很多的男主，杨幂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他真的把杨紫当成保姆了吗？第2件事是长相思与2023年最火的古装情侣长月辉烬发生冲突。其实男主的选角真的不是杨幂不愿意聘用，而是因为《长爱》是一部妥妥的大女剧，3个男配加起来不一定比女主多，所以剧组邀请了杨和黄轩，结果都被拒绝了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毕竟1线男主谁愿意给别人配角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选了3个档次比杨紫还低的演员，但每个人都是被爆的少年。张兰艺在《觉醒时代》中的一身造型，简直是整个网络的血腥洗礼，而这次的古装造型更是惊艳。她也是《罪案猎人》的当红演员，谁不爱一个白发恶魔？更不用说下一任浮世之神的黑马2男邓威了。有这样的演员阵容和大 IP， 长相似不可能一炮而红。但令人担忧的是，从拍摄档期来看，很可能与 S+ 出品的《长月之辉》发生冲突。《长月的辉烬》中的演员是白鹿、罗云熙和陈都灵，距离最长的爱情不远了。在《长月的辉烬》的制作中，女主白鹿穿了100多套，光是演员的造型就上新闻好几次了。相反，当杨紫的男装造型出现在《龙月辉明》中时，几乎都被吐槽了《龙月辉明》的世代指数，甚至甩掉了《龙月辉烬》。辉烬明大获全胜。虽然杨紫的演技给了网友们很大的保障，但龙月辉明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真心希望国剧能火起来，相信会有更多的爆款剧未来。02孟子一字报与杨紫关系好，一度被圈子孤立，让我重新相信友情在可识别的有意证明方面，福祉与不幸已成为自古以来的最佳实践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可能有很多同伴，但并不保证他们是真正的同伴，而是假设您有不幸，并会与您一起遇到困难，这些都是有效的伴侣。长期出现的孟子遇到了很多事情，感知到了很多人。不管怎样，在他最麻烦的时候，通过杨紫，他又开始存进了团气。孟子不服的原因是什么？孟子在媒体上不幸臭名昭著的名人中，无疑是主要的3名。出道以来的这些年里，他拍了很多电视剧，
还有堪称典范的剧作，这在情理之中，但他的名气却是一落千丈。回首其言躯，何等粗言！的确，即使是鉴于这种恶名，他也影响了孟子的职业。说实话，孟子一开始也顾不得世人的评价。看了《桃花坞》后，有人说他深层次理解人的能力不强，被人抢了风头；看完《陈情令》和背景故事，有人说他有底子，硬着头皮；看完《毕业季1》后，有人说他不敬老人，自负等。所以，你越熟悉孟子，他总归是越累。的确，连他的管家都叫他不要做。可一个人的性子怎么控制，这让事情走上了最可怕的道路。更可笑的是，每次拍片子都以女配为主，而且还经常有消息传出孟子一言在圈粉无数艺人。如此火爆的追杀，明眼人都知道是孟子集团搞的，所以除了惹恼他的粉丝是孟子之外，就算是路人也受不了。至于这样炫耀，你应该意识到，在大牌的热巡上刷更多的脸是可行的，但这种接二连三的热搜只会让个人感到震惊。因此，可以说孟子仪的不幸流行，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，很大一部分与收购热门企业的问题无异。被圈外人 VIP 路人有不幸的恶名，虽说无所谓，但枪法其实是应该枪法的，但对某些人来说，确实是很大的关系。类似于刘浩存带来的连锁反应。由于路人倒霉的盛行，电影业并没有起色，而且令人意外的是，最近标明的好生意竟然被对方无条件的结束了。这年头，现在有了黑名单，找新职位很麻烦。孟子也处理过类似的问题。孟子发现，2018年和2019年是他人生中最朦胧的2年。鉴于他不幸的突出地位，许多戏剧表演都不会被视为他，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与他相关的职位却被对方打了折扣。更重要的是，工作问题，还有关系问题。你应该知道，媒体是最考虑关系的地方，而孟子仪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隔阂。大约在那个时候，无数的专家都远离了他，活了过去，光天化日之下远离了他。不同的经历让孟子仪一度质疑自己。幸运的是，他在这之后遇到了杨子，两人因工作而相识，在圈子里的人都远离他的情况下，杨子才得以与他交谈。对于他的询问，他们往往会安静地回答。就这样，让孟子在潜意识里亲近，彼此之间产生了良好的联系。他让我再次相信了陪伴在这个时代。随着《沉香如屑》的出版，关于孟子一言对女主的压迫的信息再次被人们所重视，目标市场也变得一如既往的反感。而孟子本人则直面网友的猜测，并在采访中给出了解决方案。在采访中，他发现自己对杨子有着惊人的追求。对于网上的评论，他主动私下给杨子一个交代，现在肯定不是我剧组干的了。好在杨子一直依赖他。而对于孟子仪偏爱在社交平台上解释的问题，杨子也立即制止了他。事实上，在这个敏感时期，你说的越多，你就越不正确。不计较你说什么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会认为你在狡辩。一个在户外，一个在另一个经常面对的人，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。目前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就是少说多做。面对杨子的好评，现在已经不是最能温暖孟子仪的心了，而是又让他在友情上再次认同，并且在采访中直言，杨子肯定是个优秀的人，我肯定很喜欢他。杨子转身愿意陪他，他转身通过圈内人的方式避开。事故发生后，没人相信他，但杨子却给了他推荐，并安慰他同意了。对孟子来说，比起那穿透黑暗的温和，温暖了他黑暗的岁月。然而，我一直同意清洁是自我清洁的。总有一天，孟子的所有负面情绪都可能会被澄清，任何人都会重新了解这个简单的女性。情商低的人能做什么可怕的事情？对杨子来说，逆境中的友情是最珍贵的。我想孟子会记住他的辅助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可能会有突然的奖励，这是未知的。03肖战46连冠歌手实力榜创下全新纪录，新歌手实力榜开启，肖战再次获得第1赛区
完成了46连冠的惊人收官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记录。最快一周通过酷狗音乐的方式推出实力榜单。自2019年6月以来，共有56期。肖战是人人都熟悉的演员，然而回忆起来，除了演员，他还是个歌手。46连冠表明了他的实力。当然，这个冠军对于球迷的热情帮助同样是必不可少的。毕竟，参与此列表的人数仍然与粉丝一样多。粉丝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明星，店价最优的超级巨星可以获得酷狗1级曝光，释放公益力量。总之，我希望年轻的演员、歌手肖战能够坚持画龙点睛，长期努力，不要在意网上的八卦和八卦。喜欢你的人会越来越多，让我们向着更高的未来努力奋斗吧。